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杰森视角。近期俄军在战场上突然开始自相残杀，与此同时，马斯克的 SpaceX 申请未来10年内发射100万颗卫星上天。这两件事情如何紧密关联？马斯克为人类未来设定的蓝图是救赎还是豪赌？2026年2月5日，乌克兰扎波罗热前线传出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一支12人的俄军突击小队被自己人的炮火全歼，但这不是普通的战场误判，而是一场由技术引发的灾难。根据乌克兰游击队组织 ITAS 的报告，这支部队在失去所有通讯联系后，陷入了完全的混乱。俄军的炮兵部队无法确认友军位置，最终向自己人开了火。ITAS 在报告中说，没有稳定的通讯，前线就会陷入混乱。缺乏协调已经导致了惨重的损失，而且不仅仅来自敌人。这场悲剧的源头要追溯到1万公里外，美国的 SpaceX 公司。1月30日 ，SpaceX 的 CEO Elon Musk 做了一个决定，对星链卫星系统实施严格限制，只允许在乌克兰政府注册的终端使用，同时给所有设备加上速度限制。一旦移动速度超过每小时75到90公里，自动断网。这个决定让整个俄军前线的通信系统几乎瘫痪。事情要从俄军对星链的依赖说起。从2023年开始，俄军发现自己的军用通讯系统在战场上问题重重，信号覆盖不足，带宽太窄，还容易被干扰。而乌克兰使用的星链系统信号稳定，速度快，几乎无法被干扰。于是俄军通过黑市和灰色渠道大量购买星链终端。到2026年初，据报道，俄军前线90%的互联网通讯都依赖星链。更关键的是，俄军还把星链装在了无人机上。传统无人机只能靠 GPS 导航攻击预设目标，但装上星链后，操作员可以通过实时视频远程控制，精确打击移动目标。1月28日，一架装有星链的俄军沙赫德无人机袭击了一列乌克兰客运列车，造成5名平民死亡。这不是误炸，操作人员通过实时视频清楚地看到了目标。2天后，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在社交媒体上直接喊话马斯克，附上了被炸列车的照片和死者的名单，只说了一句话：你的技术正在被用来屠杀平民。1月30日，马斯克回应了 ，SpaceX 启动了白名单系统和速度限制。这里的白名单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由乌克兰政府负责管理的对俄乌战争前线星链卫星系统终端的注册系统，效果是立竿见影。俄罗斯军事博主和官员的 Telegram 频道里很快就充满了混乱和抱怨。莫斯科市议员梅德韦杰夫写道：我们的通讯瞬间被切断，而敌人还在正常运行，这简直是地狱般的混乱。军事博主斯拉德科夫说，突击行动被迫停止，整个指挥系统崩溃了。我们正在紧急寻找替代方案，但说实话根本找不到。最激烈的反应来自一个叫双少校的频道，被数百万人崇拜的法西斯分子马斯克再一次帮助乌克兰军队杀死我们的士兵。事实就是在没有替代品的情况下，俄军只能用灰色星链来组织通讯。现在怎么办？现在要么用老办法，就是拉光纤、架 WiFi 桥、用数字电台，但这都太慢了。更荒谬的场面出现在社交媒体上，有俄罗斯士兵发布募捐视频，举着手写的纸牌说：我们失去了通讯，请捐款帮我们购买无线电设备。他们说，前线没有电台，没有信号桥，我们无法发起进攻，也无法抵御敌人的反击。一个号称世界第2军事强国的军队，在2026年，在打了4年战争之后，要靠士兵在网上众筹购买基础通讯设施。一个俄罗斯军事评论频道承认，现在没有替代方案，至少没有达到星链系统这样的水平的替代方案。他们提到俄罗斯的曙光卫星项目，但
这个项目第一批16枚卫星原定是2025年发射，那个项目已经推迟了，整个系统最快也要到2027年才能投入使用。那么至于中国的卫星系统，在带宽、覆盖范围和抗干扰能力上都远远比不上星链。俄罗斯电视台宣传员索洛维约夫在节目里愤怒地说，要派特工炸掉星链工厂，或者用导弹击落星链卫星，但这只能是无能为力的宣泄。星链有上万颗卫星，而且真要这么做，那等于是对美国宣战了。乌克兰电子战专家、国防部顾问贝茨克列斯特诺夫，人称 Flash， 在 Facebook 上写道，对手在前线不只是遇到了问题，而是遭到了灾难。所有部队指挥部都瘫痪了，许多地区的突击行动已经停止了。一边是乌克兰这边有条不紊的注册认证，保证星链通讯畅通无阻，一边是俄军军方指挥系统崩溃，各兵种互相残杀，士兵上网众筹，部队失去协调。这就是2026年2月星链对俄罗斯军队关闭后的战场现实。在以前我的节目中我就提到过，纵观人类历史，你会发现决定人类社会基本生存模式的核心因素不是政治，而是技术，是人类在技术层面的突破。现在人类的生存方式是过去100-200年的工业革命以及过去几十年的信息革命的直接产物。上述事件再次深刻展现了技术对地缘政治的决定性作用。一个私人企业家在自己公司的电脑上改了几行代码，世界第2大军事强国的军队就瘫痪了。马斯克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拥有世界独一无二的星链技术。从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了人类第1枚卫星到现在，人类在过去近70年总共发射了15000枚卫星，而其中1万枚却是由马斯克的 SpaceX 公司在过去6年为这个星链技术系统发射的。1月30日，就是马斯克启动他对乌克兰战场星链终端白名单系统的同一天，他的 SpaceX 公司又悄悄向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提交了一份申请，我们要向太空部署100万枚卫星，构建一个覆盖全球的轨道数据中心网络。那么与此同时，马斯克在给内部员工的内部备忘录中明确提出了一个宏大的哲学与工程目标，那就是制造一个感性的太阳系，从而理解宇宙，并将人类意识之光延伸至群星。在这个过程中，推动人类充分利用太阳能，使能源不再成为任何发展意愿的瓶颈。有些人说，这不过是马斯克又一次在为他的企业集资、商业运作画大饼，但很多华尔街投资人却并不这样想。回看马斯克的历史，虽然他的很多承诺最终实现的时间都远远滞后于他最初承诺的时间，但是他几乎所有的承诺最终都基本实现了。马斯克未来10年打算彻底改变人类的蓝图到底是什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马斯克脑子里的那个未来世界。我希望你能听完后，在节目下面的评论区跟大家分享一下您对他这个神话般的设想的看法。要理解马斯克这个看似疯狂的计划，我们得要从2026年2月发生的一笔超级交易说起。这个月，马斯克悄悄完成了一笔震撼全球的并购， SpaceX 正式收购了他自己创立的人工智能公司 xAI。这是一场估值高达 1.25 万亿美元的超级合并，这个数字超过了绝大多数国家的 GDP。 在给全体员工的内部备忘录中，马斯克用了一个很有煽动性的说法，这不仅是下一个篇章，而是 SpaceX 与 xAI 使命的下一本书。他要做的是把卫星发射、卫星互联网、人工智能以及地球以外的太空基地建设融为一体。从资金层面看，这笔交易设计得非常巧妙。 SpaceX 即将 IPO 上市，它的 Starlink 业务正在源源不断地产生现金流，而 xAI 呢，正处于疯狂烧钱的算力竞赛中。
合并之后 ，SpaceX 钱可以直接输血给 xAI， 而 xAI 高增长潜力也为 SpaceX 的资本故事增添了新的维度。合并后的公司不再是 SpaceX 一家太空运输公司，而是一家在太空生产智能的核心算力公司。更关键的是控制权，马斯克在合并后的实体中持有约 43% 的股份，这个高比例确保了他可以无视短期财务回报的压力，推进那些超长周期的基本设施项目，比如部署100万卫星和建设月球基地等等。那么为什么马斯克要把 AI 和太空探索捆在一起呢？答案藏在一个非常现实的物理问题里。目前的人工智能正在撞墙。马斯克认为地球上的电力无法满足未来人工智能的巨大胃口，而且数据中心产生的废热在地球大气层内排放，会对地球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压力。随着 AI 模型不断变大，算力需求每6个月就要翻1倍，而地球的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周期通常以10年为单位，因此能源这个缺口只会是越来越大。同时 AI 数据中心散热问题也在走向无解的状态。 AI 芯片在运行时会产生大量的热，现代数据中心就是巨大的热源，这些热量如果散不出去，芯片温度会迅速升高，轻则性能下降，重则直接烧毁。而要冷却这些芯片，通常要消耗数百万加仑的水资源，同时还要受当地电网容量的严格限制。那么简单的说，地球现有的环境已经成为人类未来人工智能发展的物理天花板。而马斯克的解决方案非常简单粗暴，把计算基础设施搬离地表，部署到太空中。为什么太空能解决这个问题呢？首先是能源问题。马斯克说，在太空中永远是晴天。在地面利用太阳能，地球大气层会过滤掉约 30% 的太阳辐射，而且还有昼夜交替和云层的影响，因此地面太阳能电站的容量系数通常只有 20% 左右。但在外太空中，太阳能电池板可以几乎24小时不间断地接收未经过过滤的太阳辐射。同样的太阳能板在太空中的发电效率是地球表面的5倍以上，还不需要电池为黑夜储能。那么具体怎么做呢？ SpaceX 向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提交的申请文件中表示，他们要部署多达100万颗卫星，构建一个覆盖全球的全新的计算网络和数据中心。根据 SpaceX 的内部测算，每吨卫星载荷将提供约100千瓦的算力。如果每年发射100万吨的有效载荷，全球 AI 算力池将每年新增100 G 瓦的容量。这意味着 SpaceX 计划在短短几年内就会把全球算力翻倍。那么这上百万的卫星将通过高带宽的极光通讯连起来，形成一个分布式的超级计算机，在整个系统中动态分配资源。数据可以通过星链系统现有的通讯层传输回地球，或者在太空的 AI 系统里直接处理完后，而把结果直接传回来。不过，这个太空数据中心的构想还存在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其中一个致命的技术难题就是散热问题。太空是真空环境，因此热量是没法向地球这里通过对流散热的方式来传递出去的。马斯克的团队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就是用液体冷却剂在芯片表面流动，把热量带走，然后这些热的液体流到卫星外部的大型辐射板上，通过热辐射把热量散发到很冷的太空中。辐射板的面积越大，散热效果就越高。这套散热系统直接决定了太空数据中心能不能稳定运行。那么另外呢，要把100万颗卫星送上天，现有的火箭运量和成本根本不可能完成。这时马斯克目前正在研发的 Starship 3型火箭就至关重要了，这也是他整个太空计划的物流支柱。
这款 Starship 3型火箭每次能运载200吨到近地轨道，是目前 SpaceX 的猎鹰9号火箭运载能力的10倍以上。而且 Starship 3型火箭完全可以重复使用。如果要在10年内部署完100万颗卫星，平均每天要发射274颗卫星。即使是 Starship 3型火箭每次发射能运50颗卫星，它每天也得发射5到6次。这听起来很疯狂，但是这一切都在马斯克对 Starship 3设计的目标中。这款火箭采用的是液氧甲烷发动机，燃料加注速度快，维护周期短。SpaceX 的目标是让 Starship 像民航客机一样实现快速周转，今天发射，明天回来，后天再发射。除了构建太空数据中心， Starship 3还要承担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运输建设月球基地所需的设备和物资到月球上。这里就涉及到马斯克的第二个疯狂计划，在月球上建立一个工业基地，让 Starship 3成为连接地球和月球的货运专线。据《华尔街日报》在2月6日的最新报道，马斯克已经公开宣布，他将推迟原定在火星建基地的计划，而把未来一段时间的重点放在月球基地建设上。你可能会问，已经有100万颗卫星在地球轨道上运行了，为什么还要去月球建设基地呢？答案很简单，地球外表的轨道空间是有限的，即使是在距离地球300到2000公里的近地轨道上，能够安全容纳的卫星数量也就是有限的。轨道上的卫星越多，发生碰撞的风险越大，一旦发生连锁碰撞，产生的太空碎片会让整个轨道变得不可用，这就是航空领域著名的凯斯勒综合征。因此，月球就成为最理想的下一站。和地球相比，月球还有几个独特的优势。首先，月球表面有着丰富的制造太阳能电池板、电子设备外壳，甚至是火箭的那些原料。其次，月球的引力只有地球的1/6，这意味着从月球发射卫星到太空所需的能量远远小于从地球发射。那么第三呢？月球表面可以屏蔽地球的无线电干扰，这对于建设大型射电望远镜阵列进行深空通讯和科学观测来讲，是一个无可替代的优势。所以马斯克的战略是先在地球轨道上建立初期的基于太空的算力网络，然后逐步把制造中心转移到月球，最终在月球上建立一个完善的工业基地。这个战略被称为月球原位资源利用，也就是就地取材，在月球上建立自给自足的工业体系。当然，在月球上建立工业基地，一个关键问题是怎么把在月球上制造的卫星和设备发射到太空。用火箭发射需要燃料，而燃料不管是从地球运过去还是在月球上生产，成本都非常高。马斯克提出了一个非常科幻但在技术上可行的解决方案，就是电磁弹射器。这个装置的原理就是像高铁磁悬浮技术一样，利用强大的电磁力把物体加速到极高的速度，然后直接发射到太空。在月球表面建造一条长达几公里的轨道，轨道两侧布满电磁线圈。当卫星或货物放在轨道上时，电磁线圈依次通电，从而产生强大的推力，把物体加速到每秒2.4公里的速度，也就是月球的逃逸速度。物体就能够脱离月球引力飞向太空。这个方案最大的优势是它不需要消耗化学燃料，只需要电力，而月球表面有充足的太阳能，可以提供源源不断的电力。这种发射成本极低，一旦建成，每次发射成本可以降低到原来的1/1000。当然，这个技术只能发射能够承受高加速的货物，人员运输还得靠火箭，因为人体承受不了那么大的加速度。那么在月球上到底怎么制造卫星和设备呢？首先是要原材料提取，通过加热月球土壤就可以提取出众多金属，用来制造卫星的结构件、
太阳能电池板的支架、电子设备的外壳等等。月球土壤质量的40%是氧元素，通过电解等化学方式就可以把氧气分离出来。氧气不仅可以供人呼吸，还可以作为火箭燃料的氧化剂。其次是能源供应。月球表面一个白天会持续约14个地球日，夜晚也持续约14个地球日。在白天太阳能非常充足，可以用太阳能板发电，但是到了夜晚就需要储能系统来维持基地运转。这可以使用大型电池阵列，或者利用月球上的陨石坑建造抽水储能电站。那么第三是制造设备。初期阶段关键的制造设备需要从地球运过去，比如 3D 打印机、金属冶炼炉、芯片制造设备等。但随着技术的发展，这些设备也可以逐步在月球上生产，实现自我复制和扩张。月球基地的建设将分阶段进行，从建立小型实验基地开始，到实现完全自给自足，形成一个能够自我维持和扩张的工业体系。听起来都像科幻小说，但所有的技术环节都是现有技术的延伸，没有根本性的技术障碍。真正挑战在于工业实施和成本控制。那谁会到月球基地去干活呢？把人类工人送到月球干活，成本高得惊人。同时，人在月球上工作需要穿着笨重的宇航服，效率很低，还面临辐射、微重力等健康风险。因此，马斯克特斯拉公司目前紧锣密鼓研发的人形机器人就变得非常重要。它将在月球基地承担几乎所有的体力劳动。他们不需要氧气，不需要食物，不需要休息，可以24小时不间断工作。这种机器人身高1.7米，体重73公斤，可以使用为人类设计的工具和设备。Optimus 机器人会搭载特斯拉在它自动驾驶领域积累的 AI 技术，能够感知环境、规划路径、执行复杂的操作任务。甚至最终 Optimus 机器人本身也可以在月球上制造。机器人的主要部件、金属外壳、电机、电池等都可以用月球资源生产，唯一需要从地球运过去的就是高精度的芯片和传感器。根据马斯克最新的经济逻辑， Optimus 机器人不仅仅是月球基地未来的劳动力，也将成为未来地球的经济引擎。特斯拉计划大规模生产 Optimus 机器人，初期的目的主要还是用于地球上的工业环境。马斯克计划到2030年代，这种机器人年产量可能达到数百万台，每台售价在2万到3万之间。这将为特斯拉带来巨大的收入，而这些收入会被用来资助我们前面讲的太空项目。地球上的机器人产业为太空扩张提供资金，而太空技术的突破又推动地球上的机器人的技术的进步，从而形成一个正向循环的双轮驱动机制。一个轮子在地球上赚钱，另一个轮子在太空中扩张。说到 Optimus 机器人，就不得不提到它的大脑雏形，就是特斯拉的 FSD 完全自动驾驶系统。FSD 最初是为特斯拉汽车开发的自动驾驶技术，但马斯克的野心远不止于此。FSD 本质上是一个通用的视觉人工智能系统，它能够理解复杂的3维环境，做出实时抉择。这个能力不仅适用于汽车，也适用于机器人、无人机和卫星。把 FSD 移植到 Optimus 机器人上，机器人就能像人类一样，通过视觉来感知环境、理解任务、操作工具。而且这还是一个可以持续学习和进化的系统。每一台特斯拉汽车，每一个 Optimus 机器人都在不断地收集数据，反馈给中央人工智能系统学习提高，然后通过软件更新推送到所有的设备上。因此 FSD 不仅是技术工具，更是马斯克整个生态系统的神经中枢。在地球上， FSD 驱动着数百万辆特
特斯拉汽车和 Optimus 机器人。在太空中 ，FSD 可以用于卫星的自主导航、对接、维修。在月球上 ，FSD 让机器人能够在陌生的环境中自主作业。所有这些应用场景共享同一套 AI 系统，共同进化，形成一种 AI 飞轮效应。数据越多 ，AI 越聪明。AI 越聪明，应用场景越广，应用场景越广，收集的数据越多，形成一个自我强化的正向循环。而 FSD 训练和运行需要海量的算力，这恰恰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太空算力中心要解决的问题。太空算力中心为 FSD 提供训练资源，而 FSD 又为整个太空帝国提供智能大脑。两者相辅相成。最后，让我们来谈谈钱的问题。建设太空数据中心、月球工业基地这些项目需要的资金是天文数字。马斯克怎么筹集这么多钱呢？又怎么管理这个跨越地球和太空的庞大经济体系呢？答案是 X Money。马斯克一直想搞一个 X Money， 就是 X 钱。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支付工具，更是马斯克整个生态系统的金融基础设施。X 钱建立在马斯克收购的 X 平台之上，这个 X 平台在全球有数亿活跃用户。目前，马斯克正计划把 X 改造成一个超级应用，不仅可以社交，还可以支付、转账、理财、贷款，甚至发行数字货币。这个 X 钱不仅是金融工具，更是马斯克对抗传统金融体系的武器。传统的金融机构、银行、投资银行、监管机构往往对马斯克这种激进的太空计划持保守态度，不愿提供大规模融资。而 X 钱让马斯克可以直接面对全球用户筹集资金，绕过这些传统中介，让金融去中介化。到目前为止，我们讲的都是马斯克的宏观规划。目前大部分人都把它当作科幻小说来看，主要原因是这个计划面临了太多的各种风险。第一个是技术风险，虽然我们前面提到了所有技术环节都是现有技术的延伸，但把它们整合成一个完整的系统，难度是指数级上升的。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整个计划延误甚至失败。第二是太空碎片引发的凯斯勒综合症。当近地轨道上的卫星数量达到一定规模后，碰撞的概率会急剧上升。一旦发生碰撞，产生的碎片会引发连锁反应，导致更多的碰撞，最终让整个轨道层变得不可用。马斯克的100万卫星计划必须配备完整的碰撞预警系统和主动规避能力。而且卫星到寿命后必须可靠地坠入大气层烧毁，不能留下太空垃圾。那第三呢，是地缘政治和监管风险。太空是受到国际法的约束的，外层空间条约规定，任何国家不得占有天体。太空资源应为全人类共享，但马斯克的计划实际上是在月球上建立私人工业基地，开采月球资源。这会不会引发世界各国开始抢占太空资源？会不会引发新一轮的太空军备竞赛？毕竟中共最近也声称要模仿 SpaceX 发射10万枚卫星。目前马斯克的星链项目已经在多个国家遭受监管阻力，太空数据中心和月球基地面临的监管压力只会更大。那么第三是经济风险，整个计划的总投资可能高达数万亿美元。这么庞大的资金需求，即使是马斯克也很难独立承担。如果中途资金链断裂，或者投资者失去信心，整个计划就会崩溃。马斯克的这个计划本质上是一场关于人类未来的豪赌。如果成功，人类将突破地球的物理边界，获得几乎无限的能源和人工智能算力，从而带来难以想象的科技发展。但如果失败，数万亿美元的投资会打水漂，近地轨道可能被太空碎片污染，国际关系可能因为太空资源争夺而更加紧张，甚至引发新的冲突。马斯克给人类画了一个大饼，但因为他是马斯克，全世界的人都
不敢简单的把它当天空中的大饼看。当然，人类到底能不能吃到这块饼，最根本的决定因素还不光是马斯克公司的技术问题，更是人类社会有没有这个道德容量，能撑得起这块大饼的问题。对此您怎么看？好，今天杰森视角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希望大家能够订阅和推荐杰森视角以及杰森新闻快递这2个频道。